不是钱的问题，是因为没有人了解我们等待过后的那种失望感，整个社会就变成效率进步了，但越来越没有人味了。重头戏来了，大家看哈，我就 check 一下我的手机，看到Your order has been cancelled. We have refund to you. 冷冰冰的 order cancel, already refund. End of story. 做生意不是你能够接到多少单，而是你能不能够完成每一单。吃好玩好生活好，熊猫陪你到处跑。是我身后的这个华阳，今天为什么要来这边吃呢？因为我昨天在 GrabFood order 他们的那个 buy one free one 的 nasi lemak， 然后被 cancel 掉了，所以呢不甘愿，今天我就特地跑来这边，就是要吃到他的 nasi lemak。Let's go。先讲好啊，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来投诉，不是来发泄，不是来带风向，来讲说这个事情令到我不满或者是不开心。大家也了解我哈，一般上我都是会借用一些事件跟大家探讨我的想法。我明白被 cancel order 这件事情是大家都不想的哦，商家也不想 ，GrabFood 本身也不想，然后员工当然更加不想，没有人想的。只是昨天的整个那个情况，就是为什么会 order 会被 cancel， 我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是员工很辛苦，那 rider 也很辛苦，对吗？后来我去看到Facebook post 上面那些 rider 在外面是等2个小时多的嘞，才等到2盒饭出来，然后送给一个客户，他们一天赚少几多啊？那除了 rider 之外呢，我们也明白 system 是有极限的，因为昨天他们做这样子的 promotion， 一定是一下子很多人下单，所以 system 符合不了，没有办法哦。最主要的是我的午餐这样子被 cancel 掉，不是说会令到我不开心失望哦，这个是当然的。只是我昨天的感受就是，我打开手机一看，我的 order cancel 了，然后系统秀钱refund给你了，然后我就是钱refund给我了，然后呢？我就很有一个感觉，我就觉得不行。第一，我昨天吃不到的，我今天要来吃，所以今天我就跑来华阳这边。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看到这个 cancel order 了过后，我的心情。为什么很多商家他们做生意出了问题了过后呢，没有人需要为那个问题负责任？所以呢，故事是这样子的华阳他们在5月13、14号做了一个 promotion， 他们当时5月1号的时候不是在 IOI City Mall 创下了 Guinness Record 吗？然后他们为了庆祝这一个 Guinness Record， 华阳就在5月13跟14号回馈他们的顾客，做了买1送1的这个 promotion。那我在家的时候，我滑手机看到这个，我就想，反正我的午餐我也还没有 plan 要吃什么，那我就想要下单buy one free one 谁不要，对不对？我下 order 的时候也蛮迟的，大概是1点多。我看到他写 estimation delivery 是90分钟，预计是3点15分这样子到，大概差不多是3点的时候，我要看我的 rider 到哪里了嘛，我就 check 一下我的手机，看到Your order has been cancelled. We have refund to you， 就是退款了。我当下的心情是什么样？我很期待我的这个丰富的午餐到来。我原本还想说等那个食物到的时候，我就拿出我的相机拍一个短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哇，这个华阳的nasi lemak有多好吃！我终于吃到了他们的 Guinness Record 的套餐，就是已经要开始流口水了。结果一看，我等了1个小时多，接近2个小时，然后我的 order 被 cancel 了，然后 refund 了，然后呢，我当下的心情真的是就这样子啊。So， 大家明白我当下的心情吗？钱是退回来了，可是我的午餐的时间也过去了，我还要去想，那接下来我的午餐怎么办？来，看了是不是很开胃？大家知道我昨天真的是
那个心情就是要等住要吃这样美味的一餐，结果 order 被 cancel。所以重点不是被取消，它也不是钱的问题。很多商家会认为我退钱给你了，你还想怎样，对吗？所以它不是钱的问题，是那个时间，是那个等待、期待的那种心情，是我的一个午餐的那个计划。我们的午餐我们已经 plan 好了要吃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顾客会感觉到失望，不是钱的问题。是因为没有人了解我们等待过后的那种失望感。大家看，除了炸鸡这一个，因为我是很爱吃鸡蛋的人，华阳肯定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东西是出了名好吃的，所以经常都排长龙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它的饭是真的香，那个椰浆味很足。不是开玩笑的，我经常都会吃到没有什么椰浆味的那些了嘛的。然后试一口它的三巴，呛喉咙的，它有一点点甜，但它不是那种偏甜的三巴，它是名副其实的那种辣到很爽的三巴。黄瓜呢，我本身不是很喜欢这种看到皮的，我比较喜欢把皮刨掉的。江鱼子脆度是有啦，但是大家看我表情，太咸。不懂是不是今天下重了手？哇，好咸哦！江鱼子。不可以那配着饭吃了，配着饭吃 ，OK。来，重头戏来了，大家看OK， 什么意思？就是分量是大的。昨天吃不到buy one free one啊！大家看不错大家看那个，好这人吃不到buy one free one， 现在就来享受一下。焖巴的香味有，香气足，咸度也刚刚好。只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再juicy一点会更好。就 overall， 我喜欢它的香味。大块的皮，我必须承认铁肺的nasi lemak华阳的是很 top 的，而且16块9不算贵啊，16块9我觉得合理了，这样的分量。它还有给很多这种。回到刚才我的被cancel的那个事，我们在想以前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所谓的商家做不及啦，或者是厂商出不到货啦，我们通常会怎样？以前我们会道歉，对吗？甚至有一些会做补偿哎呀，不好意思我出不到货给你，我就送一些小礼物给你然后客服去处理一下。我们会讲说，就是顾客有一个发泄的管道。可是现在现今社会，我们也明白AI 时代，什么东西都是自动化，对吗？什么东西都是自动处理的。再讲多一次我现在不是在讲 GrabFood， 我也不是在讲华阳 ，OK， 我是在说现今社会。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会在网上 order 网购嘛，对不对？大家会记得吗？我们没有地方投诉的，送来的包裹出问题啦，那个 courier delay 送货一下，突然间我们看到就这样子停住了，然后那个货就打回去了。我们 order 的东西，我是等着他来，我急着要用的，我要送礼物的，我是赶着要的，然后等一下就这样子没有了，就一样咯，退款给你，对吗？是不是同样的情况？然后我们作为用户，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就是
我们的那个怨气是不是卡在喉咙？现今社会一切都系统化了，整个社会就变成效率进步了，但越来越没有人味了。关键就是事情解决了，人的问题没有被处理。但话又说回来，必然是这样吗？作为企业，像我以前，我会一直提醒我的员工，公司错就要承认，一定要去补偿，去跟客户道歉，要去给客户有发泄的管道。下一单客户的 order 的时候，给一些 voucher， 给一些小礼物。我们要去理解，客户之所以成为我们的长期客户，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这个东西要保存，而不是我为了拼业绩，我为了达到绩效，我拿到订单，我做不到，我退钱给你就完事。但很不幸的，我昨天遇到的问题，我的感受就是这样。不健康的大鸡皮，真的很像。所以现在呢，很多商家的一个现实为了要冲那个销售，为了要 hit 到 target， 他们就会做很多 promotion， 他们做 promotion 吸引到很多客户，反应很好。有时候反应太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做不及。那我就在想，每一间公司都会有 marketing team， 对吧？你要做这个 promotion 的时候，有真心的去探讨吗？我做这个 promotion， 我是要 hit 到多少？我是预计可以卖多少？当天会有多少的订单？我们 handle 得到吗？我们的人 handle 得到吗？我们的厨房 handle 得到吗？我们的系统 handle 得到吗 ？Grab Rider handle 得到吗？我到后来晚上我才看到那个画面是多么的震撼。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些 driver， 我一定也是很暗锤啊，对不对？早知道不要接这一单，等2个小时只送一餐。好了，那个是题外话。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有没有考虑体验？什么体验？客户的体验，你的合作伙伴的体验。我看到有人留言讲说哎呀，他们商家也是知道的啦，他们就是要这一波流量，他们已经也是知道他们是 handle 不到了的，他们也知道会被 cancel order 了的。那我觉得大家会这样子讲也是很合理啦。我不是针对华阳的这个 promotion 的问题，我们经常都看到这样子的促销，然后这样子收尾，对吗？什么收尾？我昨天我安排好了时间，我要来拍，除了要分享这个之外，我也要来拍一下那些 Grab 大哥们在外面等的那个场面，因为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照片，外面停满了摩托吗？我就是要拍一下，分享一下那个画面给大家看。哪里知道晚上我睡觉前看到华阳 post 今天14号的promotion取消了。看到吗？这个就是我讲的啦。我当然就会问，这个是估计错误、编排上出问题、考虑不周到，亦或是就如网民们讲的，是故意的，就是我才不管，我就是要流量。OK， 我不是讲华阳，我是说商家的这种心态啊。OK， 是吗？你说是也没有错的现今社会大家都知道流量就是第一，所谓黑粉也是粉，黑红也是红。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管了，我要的就是流量，我要的就是曝光率。但拉回来，我刚才讲的有没有考虑到体验？这个是重点。所有商家如果只是为了曝光率、为了冲流量而把客户的体验、员工的体验，就是感受你的合作伙伴的体验都放在第2位的话，那这样子的做生意的态度，如果日后大家都是这样了，我真的很想问问观众朋友们，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你们认同吗？还是你们还是会想念以前的时代？做生意不是你能够接到多少单，而是你能不能够完成每一单。要知道其实客户，尤其是马来西亚人我们之前不是讲吗？马来西亚人是很 chill 的，真的，我们马来西亚人是很可以包容的，我们可以接受订单被取消，真的不生气。就好像我昨天我并没有很生气，我是示弱跟失望，进而我要去思考，客户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的是起码你要给个解释，你要诚恳的有沟通，要有一点点人性化的那个处理明白吗？而不是冷冰冰的 order cancel already refund end of story。 客户要的不是完美的结果，他们只是要感觉被尊重。一个真正厉害的品牌他们不是永远不犯错，而是犯错了过后还能不能够保住客户对他们的信任，他们会处理客户的感受。
要知道哦，很多时候会让客户回头的，不是那个产品本身，是被认真对待的感觉。那回到这个事件本身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订单被取消，已经退款，系统上已经结束了的。但真正的问题是，很多生意失败不是产品的问题，而是长期忽略了客户的感受。要知道，客户等待的不是一份食物，不是你的产品，而是在等你兑现你的承诺。好了，以上就是我的感受，我的分享。再说一次，华阳的这个食物很好吃，我很喜欢。我今天会倒回来，立刻来吃，就是说明了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华阳，我也没有生气 GrabFood， 我也明白这个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绝对有权利，因为系统符合不了，因为做不及而取消订单，这个是他们的权利。我反而是因为昨天已经流口水了，想吃吃不到，今天我特地回来我要吃，只是因为我会认为借用这个故事，它让我的感受，我想分享给我的观众朋友，而我也想还是那一句我的亲戚朋友，以后我的孩子做生意的，你们可以了解到我上面所分享的那观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们对于我上面所说的认不认同你们有什么想法？最重要是你们有没有试过这个状况？有没有跟我一样昨天被 cancel order 了，心里会不爽的？可以把你们的想法在底下留言分享一下。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喜欢我这样子的分享，欢迎多多订阅、点赞、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